似乎和昨天来廊丘的时候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你觉得要更热闹些吗？现在明明还处于灾后重建的阶段吧？我倒觉得这一路上比以前安静多了，让人有点不适应。可廊丘最热闹的地方，不只有琥珀街吗？咱倒也不是指这个。哎，寻梦者，上面的人是不是有点眼熟？哥，我第一次发现这里的风景这么漂亮，以前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呢？当然是因为心境不同了。从前我还在这里拿跳楼吓唬你，好换些恐惧到危机上交易。老实说，每次望见你惶惶不安的样子，我就不停地在想，为什么我们要过这种日子？靠恐惧才能讨生活，廊丘人怎么可能安心度日？可这些委屈与歉疚，我竟然无法说出口。如今再提到这个话题，我想对你说一声抱歉，希望还来得及。别这样说嘛，你也不想让咱俩饿肚子呀。比起这个，那以后呢，哥？我们要做什么？没了危机，没了影子，大家可要靠各自的本事讨生活了。听上去你还挺期待。不必担心影灾再次涌现，也不必强迫自己生活在恐惧里，用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过日子，当然让人期待。虽说现在有欧夏来接济，但以后的日子还长，总有一天，大家都要自食其力，靠自己生活。不过，未来究竟要做些什么，我现在也没有想好。怎么说呢？这种不确定的未来，好像也挺让人害怕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起想，哥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，往后的日子还多着呢。哎呀，上一次见到这两位时，我好像还被他们吓了一跳呢。影子消失后，廊丘人再也不必强迫自己生活于恐惧中。对他们而言，这的确是值得期待，却也充满未知的新生活。哦，你们的熟人？是呀，刚到廊丘时，我和寻梦者正好遇到他们假装跳楼来换取恐惧。那时候我们不了解廊丘人过日子的方式，还有点小小的误会。用恐惧换取生活，这种生存法则，对外人来说终归很难理解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已经习惯了不劳而获的廊丘人，想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，也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。说不劳而获未免有些夸张，而且我相信欧夏提供给廊丘的援助能支持大家度过这段适应期，让大家最终都能凭借实际的生产劳动自食其力。比起强迫自己保持恐惧与影做交易，的确还是自食其力更能让人安心，更能对未来保持期待。虽然很想说你这不过是笨蛋才有的想法，但廊丘倒本就有像你这样思考的人。你一定是说那位曼格雷说。这么说来，也许今天他也在这附近。是松雀大师的外乡人朋友。不对，希娜姐姐说过这个称呼太长了。不长，这个叫法我们还挺喜欢的。只不过按照廊丘与欧夏重新连通的现状，寻梦者可不能算你们的外乡人了。既然如今大家都可以通过末日之矛来往，那曼格雷先生打算去欧夏看看吗？我想先跟艾米丽他们多待上一阵子，暂时还没有到欧夏去的想法。更何况对于没有危机的廊丘而言，这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学习种植的技巧，总要有人去分享这方面的知识。整个廊丘非我莫属。想不到你身上的这份固执，在新生的廊丘倒成了不可或缺的财富。克拉丽，没什么，只是单纯的感叹一下。固执，这词倒也贴切。上一个总是念叨我顽固的人，其实自己也固执得很，立于离恶实相之上，为世人驱邪攘灾。
尽管那个神棍一定怕得要死，但他还是固执地将树的使命坚持到了最后一刻。我还以为你我对他的评价不怎么高吗？我说过，真正让我感到厌恶的是他与影的关系。长年累月，用那把妖物跟影子做交易，能落得什么好？最后不还是……算了，都说了那股诡异的力量信不过。虽然围棋由松雀举行，但围棋、影灾与弃用，实质上都与他自己的意志无关。如果没有松雀与围棋，在这片异变的土地上，大家也无法维系生计。这个道理我怎么会不明白？一茬茬的作物种下去，不过是一次次的失败，但指望着影子度日，肯定有到头的一天。这一点，树们应当比我清楚得多。危机与劳作根本就是南辕北辙，大家过惯了随随便便害怕两下就有面包吃的日子，有几个还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？我不想事情永远是这个样子，但偏偏我一无所成，拿不出让大家没了危机也都能生活下去的法子。对影子和危机有再多的厌恶，也只是于事无补的一厢情愿。至少现在，曼戈雷先生的想法与期盼都有机会成为现实。郎丘已经不需要靠影的力量维系生计。是啊，多亏了那个神棍，我们才有了谈未来的资格。不，是多亏了那位树，松雀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松雀大是不是去了更好的地方吗？为什么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？爸爸没事，艾米丽。爸爸只是想到了一些从前做的不好，现在也无法补救的事情。原来是这样，别担心，爸爸。松雀姐姐说过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是大厦里的那个卫夏。卫夏竟然会积极投身于工作，有人篡改了他的程序吗？我猜，面前的这位只是和卫夏型号相同，毕竟市里面派出了很多机器人来分发物资，提供救济。你好，欧夏市民，有什么能为你提供帮助？既然这么积极，和卫夏的差别还真是很大。或许那就是他们只让卫夏负责值班的原因吧。你们是不是还没想好让我帮你做些什么？那不如先试试提问功能如何？通过一场酣畅淋漓的提问，来让我更好地满足你的需求。别，最近的那些经历之后，我短时间内不想向任何通用人工智能提出问题。提问，最近的那些经历是指什么？你最好别问。反正那不是你的错啦，安保同学。不过说到提问，我倒是有一个可能不适合问郎丘本地人的问题。这里的人们过去用恐惧和危急代替了货币与原材料生产，在你看来，要经过多久的时间，郎丘人才能自给自足，过上与欧夏相似的经济生活呢？很好的问题。综合而言，这个时间不会很短，而且郎丘未来的经济体系也注定会存在某些独属于郎丘的特色，不太可能与欧夏完全相似。只不过，具体情况还要根据树和郎丘人的情况进行分析。新体系的推进速度也会随着欧夏与郎丘的交流频率而发生变化。所以，已经有郎丘人愿意通过末日之矛前往欧夏了吗？
根据报名情况，目前只有一位名叫斯卡德的志愿者，其余人士尚处于观望之中。当然，数不在统计之列。还真是不出所料。如果各位没有其他问题，我将进入待机模式，以节省能量。啊，我还有问题，这些封得严严实实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。那是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，少了它们，廊丘便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这么严重？那到底是什么？我猜，那应该是欧夏提供的根源物质，用来代替影子抵抗数据之海的侵蚀。研究所通知过这件事，基于影子全能与数据之海此消彼长的关系，既然离厄石像已经从廊丘消失，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影坛等处人工注入根源物质，以防世界炮被海侵蚀。很准确的回答。为了降低廊丘人的接受门槛，我们将投入根源物质的过程称为新型危机，果然行之有效。想不到他们从前对主持维吉的人那么厌恶，现在却只能用维吉来理解新的生活方式。看来您对这种包装方式有其他建议，请讲，我会如实反馈，上报决策部讨论。不，没有，你继续工作吧。好，准备进入待机模式，以节省能量。那我们还是不打扰卫校的同伴认真工作啦。走吧，我们去琥珀街好好瞧瞧。不管怎么说，大家肯定会感谢拯救了廊丘的大英雄。这次又是瑟利姆小姐做东，一定会是个帮松雀挣足面子的场面呢。大概。琥珀街就像那天一样热闹呢。大家聚集在这里谈论大英雄松雀，他一定会觉得自己特别有面子。饿死是小，没面子是大。虽然对于他的人生信条，我不便加以评价，不过，看到松雀能实现被大家记住的愿望，我们还是会为他感到高兴。走吧，去看看他的街坊们怎么描述这位大英雄的故事，说不定我们还能为松雀的传说填上几笔重要细节呢。唉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唉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也别太难过，无论如何，他一定希望被想起时，大家能感到开心而骄傲，对吧？啊？什么难过？你不是因为松雀的事而悲伤不已吗？谁？什么雀？松雀。哦，松雀呀，我认识。琥珀节里牌打得最好的就是他啦。他还有这种特长？可不嘛，他总念叨着打牌治百病，有事没事来两句。哎，说起来这几天还真没瞧见他，指不定又去哪里赢牌了。你说的这是松雀吗？不是吗？嗨，我这脑子里光是日后做什么营生了，一时间想不起来谁也是正常。哎，正巧你们几个看上去很有头脑的样子，帮着我参谋参谋呗。那先从读书学习，掌握一技之长开始，或者拜师学艺。嗨，那有什么前途？你当我是书呆子呀？读书哪有做生意来得快？不过往后这危急没有了，那大家想要的东西啊，要不就开牌馆吧？那为什么却不是说打牌能治百病？肯定人气火热，你们觉着呢？哦，你说的不错，祝你成功。借您吉言，到时候你们几位可得来捧捧场啊！怎么跟想象中不太一样？明明这么长时间里都是松雀在帮助大家进行危机，也是他最后拯救了廊丘，结果大家也没有很在意的样子。
再伟大的事业落在具体的人身上，往往也只能收获短暂的反馈。明日的衣食住行，这才是大家永恒的话题。克拉丽说的很有道理呢，拯救世界也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明天。未来的生活要怎样继续，确实比什么都要重要。而且大家都在热忱的畅想明天会怎样，这本身就是烟火气的一部分，对吧？是啊。而且我们才刚进入琥珀街，刚才那个人说到底不过是个特例而已。没错没错，反正距离正式副业还有点时间，我们在街上可以多转转。等等，那边好像有什么动静。我的松雀大师啊！那是喜剧演员？哦，这还真令人意外。毕竟他与松雀也算得上有些交情。我们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松雀大师没有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松雀要是知道自己有你这样一位重情重义的朋友，一定会很感动。松雀大师他，就让他把我也带走吧。别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但你可千万别这样想啊！你叫我怎能不这样想？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世道？可怜琥珀街最兢兢业业的人，到头来却要落得如此地步。这是世道交离，人心不古。宋雀在100年间主持危急，维系丁的稳定，最后又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来守护郎丘，这的确很让人敬佩。但有像你这样为他真心感叹的人在，就不算人心不古。没错，离恶石香已经在郎丘消失，大家过上了新生活，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机遇在等着你呢。你们就别消遣我了，这影没了眼儿，郎丘里哪还有我的机遇啊？这么多年，我勤勤恳恳为街坊们的危机出一份力，现在他们围着欧夏来的那些铁疙瘩打转，却将我抛诸脑后，真是世态炎凉。原来他是在抱怨危急消失导致自己失业。你们说，为何命运如此不公？哦，照这么说，你身后的那些也是欧夏的铁疙瘩送来的物资吧？不需要的话，可以分给有需要的人。在下并没有误会他人好意的想法，更不会把那群长相千篇一律的机器人放在心上。只是人总得自食其力，一味靠救济度日也不是办法呀。所以，在下并非为自己失业而哭，而是为了郎丘的未来而泣不成声，郁郁寡欢呐。是吗？那你现在打算用什么来自食其力？这个，对，在下谋生的手段还真得仰仗您几位呀。我吗？在下方才一眼就认出了您是松雀大师的朋友，只是刚才忙着伤心丢了功，丢了松雀大师这样一位英雄，一时忘了招呼各位。这些年，在下也算为松雀大师的危急事业锦上添花，与他这位树颇有些交情。所以，你想让我们帮你做什么？还是您心思通透。
几位一定是为了瑟利姆小姐的筵席而来，这一点没错吧？这又怎么了？各位作为她的座上宾，能不能帮咱美言几句，好让在下勉强糊口？哦，顺带帮大家指个路，那位小姐的筵席就在前面。凭你的天赋，继续老本行也不愁吃饭吧？等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在下可没法靠西北风填饱肚子，救人一命，胜造定银七丁啊！克拉丽的意思是，你倒也不必着急失业的问题。凭借你精湛的演技和情绪转换的速度，想必一定能在戏剧事业做出一番名堂。确实，他如果去欧夏应聘演员，至少生活多少有着落。哪里，各位真是谬赞了。不过，戏剧嘛，廊丘早就失传的东西，没想到在欧夏反而存在。哎呀，这还真是意外之喜呀！嚯，好光速的变脸，这种情绪转换果然天赋异禀。我们走吧，既然瑟利姆的筵席就在附近，正好顺路。千恩万谢，千恩万谢！各位不过寥寥数语，就让在下醍醐灌顶啊！那是瑟拉佩姆。哦，倒是比想象中早了不少。他身体的状况没有完全恢复吗？怎么用那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？以为自己会欣赏到一出落难贵族的好戏？不，我并没有那个意思。即使廊丘再也没有影子，对我来说，也不过是增添了不同的乐趣而已。不论他们的谋生手段与这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与生俱来的气度和不绝于耳的威名，永远都不会从人心中消失。没有影子，我照样可以支配人心，所以他们才会如那时一样争先恐后踏入我的欢宴。毕竟俗人的愿望永远是那么大同小异，无聊至极，连他即使给我当了这么多年宠物，也丝毫没有长进。松雀，没错，小雀子的愿望也是如此庸俗可笑。明明既软弱又胆小，却偏偏爱装腔作势，妄想让自己千载流芳，真是愚不可及，愚不可及。我倒是不记得有安排你洒扫的工作，还是说你也想成为我的摆件之一？啊，瑟利姆大人，咱这不是想多了解瑟利姆大人一些，好多多为您效力吗？这么有心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了解了我什么？虽来您的宅子没几日，但咱把您贵不可言的气度是完全理解了。瞧，这富丽堂皇的宅邸，金贵至极的衣裙，还有筵席上数不清的佳肴美馔，瑟利姆大人的威名就是贵族的代称啊！这就是你所理解的贵族？咱打小就机灵，多听多看多总结可是一大长处。而且说句让瑟利姆大人见笑的，咱心底里一直巴望着有朝一日能摇身一变成为贵族啊！
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，吃个饭那是山珍海味，出个门那是前呼后拥，一辈子都风风光光，连坟地都沾着最好的风水。即使一事无成，做个纨绔子弟，也能顶着家族的姓氏，把名字留在镶了金边的族谱上，供后人敬仰。但瑟利姆大人可是贵族中的翘楚，与那些纨绔子弟可是天壤之别。您早就凭借自己的功绩与威名，让整个廊丘无人不晓。你就这么想出名吗，我的小雀子？咱这粗浅的见解肯定不能跟瑟利姆大人相提并论啊。不过这名利，有了名自然就有了利，那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。更别提还能威风招摇的走在街上，让过去瞧不上咱的人争先恐后的凑上来，嘴上说着自己当年跟咱的交情何其深厚，那多有意思呀。有意思。的确很有意思。既然如此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一点成名的建议。谢谢瑟利姆大人，咱洗耳恭听，洗耳恭听。在廊丘线下的光景里，你这样的人只有2条路可以不屑虚名，要么像琥珀街里的那位一般成为极端的恶人，要么成为极致的善人。这成为世间大恶，咱也没那个胆子呀。再说咱还想图个好听点的名声。恶徒松雀听起来就是人人喊打的地步，什么时候背后挨一闷棍都不知道吧。那小雀子想要成为廊丘最乐善好施的好人？瑟利姆大人，咱多少有点贪得无厌，又别无长物，根本不是这块料呀。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嘛。那这样看来，你也只能做一只听话的宠物，或许能狐假虎威，博些虚名。这听话的宠物也不能算是……这听话的宠物也不能算是狐假虎威啊！要是能跟着瑟利姆大人安安稳稳的度过一辈子，咱发自内心的感到荣幸。安安稳稳一辈子。小雀子，你跟着我从琥珀街回来，竟然还有这般不切实际的幻想。虽然那一日的过程是凶险了些，但凭借着瑟利姆大人出神入化的才能，不是全都化险为夷了吗？瑟利姆大人就是这样泰然自若，优雅无比。即便置身险境，所谓贵族也要随时保持自身的气度，就算终有一日跌入谷底，归还予求予取的一切，也要品尝到其中新鲜的乐趣。前几句话倒是听瑟利姆大人说过，但归还予求予取的一切，瑟利姆大人这是什么意思？您从琥珀街上不是得到了白家的赔礼吗？难道您又还给他了？愚不可及。小雀子，你可要记住了，我得到的东西，收来的护从，从来都没有还出去的道理。好嘞，咱最听瑟利姆大人的话了，保证记得一字不差。他这种记性不好又喜欢自作多情的宠物，既没有当恶人的资格，更没有当善人的觉悟，却偏偏想着最虚伪的名声。于是他肆意挥霍我施舍的自由，做下最愚蠢的决定。
如果松雀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，郎秋就会成为影的囚笼，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那样的结果。哼，你觉得自己能代表谁？我不在乎你说的这种代价，更不在乎什么虚无缥缈的大义。但凭心意做事，不就是身为贵族的乐趣吗？原来对于瑟利姆小姐来说，松雀是比大义更重要的人啊！如果松雀有机会知道，她一定会很感动吧？别说那么令人恶心的话，我不过是突发奇想，给了我的宠物一个选择的机会而已。它既渺小又平庸，和地上的落叶没什么两样，谁高兴了都可以一脚踩碎。他这样的人，根本没有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，只能听任别人的安排。所以，如果一定要被他人安排命运，为什么他就不肯听我的话呢？苏利姆，行了，别以为他对我有什么不同，不过是一只不听话的宠物。比他乖巧懂事的，我要多少有多少，仅此而已。瑟姐姐的意思是，她真心为松雀姐姐感到骄傲，仅此而已。索拉，小瑟拉还是很了解大家心底的想法呢。虽然现在的我不能与瑟姐姐结合，但经历了这些故事，我好像更了解大家了。所以现在的我想要把大家的故事写在书页上，这样松雀姐姐的心愿就可以被完成了。心愿。